妻子被疯牛追杀，你别去啊！我为了救下妻子，与疯牛大战300回合，不断拉扯，最终还是不幸被踩断了一条腿。然而他不仅不打击我，反而还背着我跟蔡坤偷情，甚至为了彩礼钱和蔡坤一起把4个小姨子卖给4个老头做媳妇。在我病重之时，还说眼前这个我十分宠爱的孬种是他和蔡坤生的。我一口气没上来，含恨死去。等我再睁开眼，老天爷竟然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居然重生到妻子被疯牛追杀的那一天。主人，这傻牛疯了，咱快跑吧，不然要出事了。跑啥啊？咱就静静看着就行了。坏了，那疯牛要撞到沈清宇了。远处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倒在地上，满眼惊恐地看着朝她冲去的疯牛，吓得连救命都喊不出来。瞬间，一声声惊叫传来，发疯的耕牛狠狠撞在沈清宇的身上，牛蹄践踏如同风骨。此时一声枪响，疯牛应声倒地。倒了，赶紧救人，看看还有气没有。我看够呛，人估计都该踩成肉泥了。这不是糟蹋了吗？这么漂亮一女的。姐夫，我姐，快救我姐呀！远处一个清亮的女声传来，我不由扭头看去，小姨子沈清秋慌张跑来，沾满泥土的脸上都是慌张，身后一个小姑娘死死跟着，两人都脸色惨白。沈清宇死了，枣木棺材埋进了生产队的耕地里，坟头边上是4个枯断肠的小姨子，分别是老2沈清秋、老3沈清雪、老4沈清月、老5沈清怡。南瓜，清宇的事情，大队这边也很遗憾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也没办法了，最多给你家吃半年的救济粮。另外，你办丧事这几天，给你算大工资的分，你看咋样？这年头在大队干活出了事，别指望有人管你，赔偿什么的更别想。一年到头工分就换点粮食，生产队想赔也没钱，能给吃半年救济粮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成，这事是清宇命不好，我不愿。你能理解就好。救济粮我回头去队部领。不用，给你准备好了，56斤小米，我回头让人给你送家里去。成，那我先忙家里的事。下葬之后，回到家里，4个小姨子都还沉浸在悲痛中。说到底，这辈子他们还没经历过大姐的威压，哪怕平日里沈清宇蛮横不讲理惯了，现在猛然去世，几个小姑娘还是伤心的。姐夫，我姐没了。老幺沈清怡今年6岁，因为吃食不够，清瘦的就显眼大。不伤心了，你姐变成了天上的星星，以后就在天上看着咱们。我姐变成了哪颗星星？太阳。别闹姐夫了，姐夫这2天够累，够伤心的了。老2沈清秋今年19，生得好看，或者说4个小姨子都好看。这年头家家户户吃不饱的情况下，还能把那点脂肪都送去该去的地方。姐夫没老婆了，等我长大，我给姐夫当老婆。哪轮得到你？排座位得先轮到2姐。沈清秋脸上一红，大巴掌拍在3妹的屁股上。瞎说什么？就是瞎说什么，大实话。青雨走得突然，一条命也就换这点东西吃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带上回一凡村那边。4个小姨子一听这话，当场就愣住了。最小的沈清怡哇的一下哭出声来。姐夫，你别不要我啊！哭，大姐死了，人家跟咱们无缘无故了，凭什么白养着你？就你还死皮赖脸贴着，不够丢人的。老3沈清雪16岁，正在叛逆期呢，也是个好姑娘，就是太傲气，不过很聪明，学习好得很。上一世是沈清宇压着不让上学，不然高低是个大学生。清雪，你别跟我生气。一凡村啥条件，咱们蔡徐村啥条件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一凡村有榨油的生意，每年光靠这个给队员分红，一个劳力也能分10几块钱呢。我们蔡徐村呢，就靠那几百亩寿田，年年交完公粮，分下来的都不够吃，人家想去一凡村都进不去。你们不一样，毕竟户口在那里。姐夫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们父母死了，回去了也是吃人家的冷脸子。平白多4个人回去分钱，别人肯定不高兴。再说了，我马上也拿全分了，这日子还能比以前更差吗？你别撵我们走。有好日子不知道过，那说好了，既然不愿意走，以后家里得听我的。2辈子的缘分，不愿意走就不走吧。这辈子自己这个当姐夫的，就宠他们一回。你有这么恶吗？我看你是想要老婆了吧？瞎说什么？眼下还得请那些帮忙的人吃顿席，好坏不论，总归得有这出。想到这里，我起身想去叫沈清秋商量一下，可走到里屋门口的时候，就听到几个小姨子正叽叽喳喳开茶话会呢。2姐，姐夫真不会撵我们走了吧？姐夫说话向来算话，说不会就肯定不会了。不保险，以前有大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现在大姐死了，姐夫凭啥带着咱们4个拖油瓶？大姐，要不你去钻姐夫被窝吧。老五啊，老五，你还真是我的亲小姨子，送助攻还有这样送的？胡说八道什么？2姐别打，你不去钻，
那让三姐去钻好了。本来还看笑话的沈清雪一愣，拖过腰妹，在屁股上又是啪啪啪几下，打得小丫头只能委屈地说：“我去钻还不行吗？”满嘴胡说什么？谁教你的？是大姐教我的。大姐怎么会教你这个？她没有教我，她跟李三婶说话的时候，我听到的。说什么了？就是说，只要肯钻男人被窝，什么事情都能办成。大姐钻了蔡坤的被窝，就能经常去他家吃肉。沈清怡的话让姐妹几个都愣住了，门外的我也笑出了。别哭了，走吧，咱们回屋睡觉吧，太扎心了。大姐怎么能做这种事？沈清秋气的眼泪都要出来了，在她心里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妹，最好的男人，一直宠着那个不讲理的大姐就不说了，还对他们几个小姨子好，可结果大姐居然背叛了姐夫，这让人怎么能接受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家对不起姐夫，我们哪还有脸留在这？沈清宇不是东西，咱们又不是他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要是走了，那不更对不起姐夫吗？要我说，咱们就对姐夫好点，当给大姐还债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别骗自己了，咱们只会拖累姐夫。二姐，你不能这样想啊！咱们要是走了，姐夫就孤苦伶仃一个人了，干一天活回来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姐夫不会再找一个吗？找一个家里有帮有亮的，日子能好过得多。反正我不走，我不回一凡村，回去了我学肯定上不成了。二姐，你不知道，人家都说今年高考要恢复了，我的成绩一定能考上的，到时候我成了大学生，毕业后一定报答姐夫的。上大学又得好几年，清雪，咱们不能太自私。我不是自私，二姐，我能考上大学，我只要考上了，咱们一家以后都不用受穷了。可耽误这些年，姐夫带着咱们这些累赘，还找不着老婆了。清雪，我们得为姐夫想一想。你不自私，那你钻姐夫被窝去啊！二姐，你这么大公无私，你咋不给姐夫当媳妇？你要是嫁给他，咱们就又是一家人了。说到底，你说是为姐夫着想，可谁又替我想过？我能改变咱们家的命运的，只要给我几年时间就成。你咋不牺牲一下自己？到时候所有人都能幸福。沈清秋定睛看着沈清雪，此时沈清雪也冷静了下来，看着二姐直勾勾的眼神，怯怯地张嘴道：“二姐，对不起。”你说姐夫能同意吗？能同意什么？我给他当媳妇啊。二姐，我刚才说气话，你别当真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为什么不能当真？我要是跟姐夫结婚，咱们就又是一家人了。咱大姐又欠姐夫的，我们不还谁还？而且你们就说姐夫好不好吧？三个小姑娘连连点头。沈清秋很满意，是吧？姐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与其以后找个不知根底的，成了家再后悔，不如选姐夫这样的，知根知底，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咱三婶子以前还是四婶子呢，四叔去世后又嫁了三叔，既然弟妹能再嫁，小姨子为什么不可以？三个小姑娘面面相觑，只觉得二姐说的有道理。可此时沈清秋又犹豫了，就是不知道姐夫咋想的，这事又不能勉强。大姐，钻他被窝。你以为二姐是大姐那样的坏女人啊？要我说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二姐你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也能给姐夫捂热了。只要姐夫有那个苗头，我们就给他按时了。怎么才叫有苗头？再说了，姐夫这么老实。老实，我就不信有不偷腥的猫。以后我们多给你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二姐你到时候撒撒娇，勾勾手，姐夫能撑得了一时，撑不了一世，我们这叫瓮中捉鳖。只要他敢张嘴，我们就让他撑死。什么馊主意？这跟大姐的钻人家被窝不是一样吗？这怎么能一样？一个是主动，一个是被动。再说了，蔡坤那不三不四的玩意能跟咱姐夫比，他配吗？就是。两个小的为了留在家里，强势点头，表示三姐说的对。沈清雪按住沈清秋的肩膀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二姐，咱们这叫肉烂在锅里。那姐夫要是真没这个心思呢？”二姐，你这模样，这身段，我见犹怜啊！信姐夫能忍得住，不如相信美帝男人变女人。中国已经没有太监了。可清雪，你现在的样子太监了。这6月底了，咋还打冷战呢？姐夫，起床了。我昨晚梦见你说要跟我谈几个亿的项目，是什么项目呢？姐夫。清秋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发烧了吗？姐夫，我不骚。怎么不骚？你都那么红了，我就说昨天晚上怎么一直打冷战，原来是降温了。走，我带你去找医生。姐夫，我没事，我真的不发烧，就是刚才干活热的，马上就好。还真不烧。姐夫怎么这样啊？他是不懂我的意思，还是不喜欢我呀？姐夫，我做好饭了，你先吃饭吧。
让清雪他们一起来吃。他们吃过了，已经出去拔猪草了。我们家没养猪啊，只有狗，他们拔哪门子的猪草？他们几个不想姐夫你平时这么累，所以就商量了一下，拔猪草给大队里养猪的，多少能换点东西。胡闹什么？他们3个上学的上学，小的小，能拔多少猪草回来？回头要是摔着了、磕着了，还不值当呢。我去叫他们回来。沈清秋一听这话，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，这可把我吓坏了。你这又咋了？别哭别哭，让别人看见，我可就说不清了。你就这么想跟我说清吗？要老命了。上辈子自己曾跟随观摩学习过各位老师，可真要说能起来，还是沈清秋这种委屈巴巴的最让人受不了。你这话说的，行了，吃饭吃饭。吃完饭，我就找生产队长廖志一去了。路上看见沈清雪带着2个妹妹在路边上搂猪草。你3个该上学上学，该回家回家，别逼我收拾你们。姐夫怎么这么快？知道了。这丫头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沈清雪连忙拉着2个妹妹就往家里跑。3个小姑娘跑回家，立即找到二姐。二姐，姐夫对你咋样了没有？沈清秋无奈地摇了摇头。3个小姑娘也泄气不已。啥也没做，啥也没说嘛。那倒不是，姐夫问我是不是发烧了。姐夫咋能这样说话？说一个姑娘发烧，这太过分了。不是骚，是烧。三姐，这有区别吗？我觉得没有。我估摸你今天来批条子，提前给你写好了5斤，我按顶额给你批的。谢了。哎，什么谢不谢的？你家这事，我心里也有愧。我能做的事情不多，你不怪我就行。人各有命，谁能想到牛会精呢？再说当时你做的挺好了，要不是你开枪击毙疯牛，不知道多少人倒霉呢。对了，廖队长，你自行车能借我用一下不？不然去公社食品供应站还挺远的。骑去，就在门口靠着墙呢，你自己去骑。我骑车往公社去，在路上正好碰到扎屠夫家的儿子查三刀。刀子，你这干什么去？我去趟公社食品供应站，我爹帮着杀猪，人家许了猪蹄都给我价。上来，我正好也去食品供应站，带你一程。嘿，那感情好。很快就到了志祥公社的食品供应站，查三刀去找人要猪蹄子，我拿了批条找供应站的人，2人暂时分开行动。供应站的人看了我的批条，脸色就变了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站里没有猪肉了。兄弟，你这跟我开的可是国际玩笑啊！供应站没肉，你这跟士兵上了战场没枪有区别吗？是真对不住，本来是有的，这城里调货，上午刚跟车拉走，现在是真没有。你要用的话，下午再来吧。我觉得蹊跷，但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拿着批条走人，但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大傻逼！蔡坤老大，给你办妥了，那小子傻了吧唧的，我2句话就给打发了。辛苦了。蔡坤哥，这小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让他买肉干什么？他得罪我，他也配？说起来是我对不起他，不过那又怎么样？我看他不顺眼，就是不想他好过。这事不只是拖拖，我的意思是这2天别让他拿到肉，有办法吗？这还要什么办法？推呗，下午来了我推明早，明早来了我推明天下午。那要是让人家知道你有肉，推不动了呢？那对不住了，你有批条没错，可批条我刚才就核销过了，现在有肉，回去再写批条吧。还是你小子坏水多？这算什么啊？兄弟，我手里就这点权，但我要是想用它为难谁，我就能让他没脾气。妈的，这么贱的事情你还挺自豪？能给蔡坤哥帮上忙，我不自豪谁自豪呢？2人说话的时候，不远处扎三刀正跟来供应站卖猪肉的聊天，听到这边的动静，忍不住看了一眼。刀子，猪蹄子给你了，回去跟你爹说，下次杀猪还找他。好嘞，老叔，那人是谁啊？说话够狂的。人家狂，人家有狂的资本，那是一封大队的会计，识相着呢。Nice。瓜哥，你进人比我快，你割的肉呢？别提了，供应站没肉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哎，他们说的大傻逼是瓜哥你啊？瓜哥，是供应站里面那人说的。扎三刀连忙把自己在供应站里面听到的话说给我听。就是一方大队的会计做活，我听那人叫他蔡坤哥。是不是一个中分头穿背带裤的？是啊，瓜哥，你一句话，咱俩找个麻袋掏了他，打不死他个王八抠的。不用，瓜哥，这你也能忍啊？你是染着绿毛龟吗？忍，为什么要忍？不过出气不是你那样出的。这样，你听我的，这样，再这样，没问题。瓜哥，你瞧好吧。2分半后，查三刀就回来了。安排好了吗？牢靠吗？
瓜哥你放心，10里8乡养猪的，谁不卖我们老查家面子，肯定没问题。行，那你去吧。查三刀也不犹豫，登上自行车就走了。我见查三刀走完，晃晃悠悠又来到供应站。兄弟，有肉没有？有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来晚上再过来。现在真没有肉？不会吧？刚才我看有人推猪肉进来，还能是我花眼了？去，没肉就是没肉，要不天黑再来，要不明天再说。日你妈的，唬你老子呢！我亲眼看到有人推肉进来的，怎么看不起你爹？还是说你们的肉分人卖的？我们农民不配吃吗？你这人怎么骂人呢？骂的就是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让你们站长给我出来！行，见站长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小伙子，你别跟他们闹，人家是一家人，出来也不会帮你说话的，何苦呢？他不帮我说话，总有人帮吧。前世为救妻子被疯牛踩断了一条腿，谁知妻子不感激我，还和蔡坤偷情给我戴绿帽子。重生之后目睹妻子被疯牛追杀，我不再理会，只想和4个小姨子相依为命。谁知上街买肉却被奸夫蔡坤不断为难，重活一世的我只是随便一招就把奸夫蔡坤送进监狱。刀子，你干什么玩意？廖队长，瓜哥在公社闹事呢。闹事？闹什么事？沈清宇的事情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南瓜可不这样想，我听说去公社告状了，你跟咱们大队书记他都要告。这个南瓜都说好的事情，怎么还闹这出啊？自行车给我，我去公社。廖队长，你一个人去有什么用？南瓜告的是你们俩，你把大队书记拉着，不然去了岂不是一个人吃瓜？人家都说你查三刀是傻逼，我看不是，你是大智若愚啊！你要不是生产队长，我一定他妈带打你一顿。与此同时的公社食品供应站，供应站站长也出来了。这位同志，真是抱歉，今天供应站确实是没肉了。站长是吧？你要说这肉不卖给我，我扭头就走。可你说没肉了，这是把我当傻子了吗？同志，有肉我们肯定会卖的。你拿着批条来的，我们看你做什么。你们想做什么我不知道，也许做人情呢。总之今天你们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告到公社书记那去。无理取闹，愿意告那随便你，别耽误我们工作。我们领导说话你没听到？赶紧滚蛋，别影响我们工作。你装你妈呢？南瓜，你闹什么呢？事情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咋还跑来闹？我闹什么了？我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不行。你有什么可以跟我先说啊？我解决不了，还有陈书记呢，你让领导知道，那不是说我们做不好工作吗？我就买几斤肉的事，还要逐级上报，批发导弹也没这么繁琐吧？几斤肉？你不是闹沈清宇的事情吗？说定的事情还闹什么？那几斤肉是怎么回事？廖队长，你说食品供应站拿不出来5斤猪肉，这不是说笑话吗？不给我个说法，那好，我就问问公社领导，我媳妇是白死的吗？给说法，必须给说法！我也不相信这么大个食品供应站能没有5斤猪肉。不错，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同志流血又流泪啊！食品供应站的人有点麻爪，只能硬着头皮把站长又请出来。陈书记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准备带人围剿了我供应站啊！姚站长，别的我不问，我就想知道供应站还有没有猪肉？没有。好，在这把人给我看住了，我叫人去。这个陈伯然不至于为了几斤猪肉去把公社书记叫来吧？结果等陈伯然回来的时候，供应站站长人都傻了，陈伯然还真把公社书记给招呼来了。徐书记，这个同志是我们大队的，叫南瓜，很有进步精神的一位同志，可惜最近出了点意外，他的家属在生产劳作重意外去世。不过南瓜同志识大体，没有在这件事情纠缠，而是选择信任组织，自行操办了丧葬事宜。小同志节哀，有什么需要公社帮助的，你可以开口，公社会尽量帮你解决困难的。事不大，但寒人心。我媳妇走了之后，生产队给我批了5斤白食肉，结果供应站不肯给我。我媳妇为了生产队的活，命都豁出去了。可在人家眼里，她的命连5斤猪肉都不如啊！小同志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彻查，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姚洪恩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供应站连5斤猪肉都拿不出来。我错了，徐书记，有肉，是我没给。咱俩没仇没怨的，你何必呢？之前我就听说蔡坤身为大队会计，每次来供应站售粮的时候，都跟你们供应站的人一起骑上蛮下，搞8两秤，1000斤粮食，你们能称出800斤来，剩下200斤蔡坤跟你们分了。现在看来是真的，你是不是拿了他的好处帮他办事的？你胡说！胡说，无风不起浪，你们真没做过吗？我真没做过。咱们也不掉嘴，
去你们家里翻翻就知道了。你们一个月多少钱工资是固定的？家里要是有远超这些工资的东西，那肯定有问题吧？要是没收到怎么说？我又没说搜你，我说的是搜蔡坤家。供应站的人傻了，搜他不怕，因为他根本没拿多少，也就平时抽蔡坤几根烟。可是搜蔡坤一搜一个准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要是罪名本来就不大，戴罪立功，说不定还有功无过呢。南瓜同志说的没错，你要是能戴罪立功，你的事情我可以做主，从轻发落，甚至可以不追究。真的吗？看你的表现了。徐书记，我举报，南瓜同志说的没错，蔡坤伙同我们站长姚洪安改称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！我告你诽谤，知道吗？我告你诽谤啊！他诽谤我呀！他在诽谤我呀！薛书记，他这是为了逃脱责任，所以栽赃嫁祸。我有证据，蔡坤今天送了一批菜籽油过来，原本是375斤，但改称后10天392斤。他们扣了13斤菜籽油，姚站长分了6斤，都在姚洪安办公室柜子里放着呢。来人，进去找一下。然后姚站长，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姚洪安身子都软了，大黄一马当先，冲进姚洪安的办公室，果然从柜子里掏出个油桶来。真是好样的，把姚洪安先抓起来，我们去义丰大队看看。此时的蔡坤家里，蔡坤的媳妇柳如烟正在看电视，见蔡坤回来，脸上乐开了花。坤坤，你辛苦了，快坐下休息休息，先吃个大饼吧。蔡坤一看自己媳妇就来火，看见他煎油饼就更生气了。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我喂只鸡，鸡还会下蛋呢。你会干什么？结婚5年了，妈的，你就是只不会下蛋的鸡。我老蔡家3代单传，要是在我这断了，我死也不瞑目啊！老天爷要是能给我个儿子，让我少活20年，我也愿意啊！柳如烟被骂得眼泪巴擦，可又不敢回嘴，只能强忍着泪水。我这是给你煎的，我怕你回来了。这婆娘要是代替沈清雨死了，自己就把沈清雨接到家里来，那日子不跟神仙一样？那女人真是润。妈的，给我炖锅牛肉，我今天得撒撒气。柳如烟连忙去准备，她知道蔡坤在外面乱来，可是不敢说。他妈的，敢踢老子家的门，想死是吧？徐书记，进去给我搜。不是，你们干什么？几个意思啊？这年头，你别说什么搜查许可，没那个说法。更前几年，抄家都司空见惯，可几人搜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报告领导，只有1锅油饼，还有这块牛肉。供应站那边有人举报，你跟供应站站长姚洪安内外勾结，贪污腐败。蔡坤，你承不承认？这是哪个杀千刀的胡说八道？我蔡坤做事无愧于心，不可能昧着良心干那生孩子没屁眼的事情。我蔡坤再不是东西，也不可能吸大队兄弟姐妹们的血啊！蔡坤，你负隅顽抗也没用，姚洪安那边已经承认了，现在无非是看你自己交代，还是被我们查出来。徐书记，我没干过的事情，我怎么认？我不过跟姚洪安有纠纷而已，他诬告我，不然你们拿出证据来。我想进去找一找。他们都找了，你还找啊？试试呗。南瓜，你他妈没事找事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过去后看我弄不死你。供应站的人都招了，你小子让人拦着我买肉，没事找事，谁先的？蔡坤脸色有些难看，而我晃晃悠悠在屋里转了起来，正看见蔡坤媳妇怯怯地站在一旁，手里拎着准备切牛肉的菜刀。这女人可恨可怜又可悲。说她恨，蔡坤跟沈清雨做奸夫淫妇的时候，这女人为了能让蔡坤高兴，居然主动给蔡坤打掩护。你看我干什么啊，老色逼！你挡着了，我要看你后面。让他看，很自信啊，看来藏得挺深。但有句话叫隔墙有耳，有什么我也不怕，我这个人做事光明正大。徐书记拆墙啊！南瓜，你不是觉得我拦着你买肉是没事找事吗？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睡过你媳妇，那滋味绝了。难怪了，我就说我几个月都没碰过她了，怎么她死的时候还怀着孕？你说什么？一尸两命啊！蔡坤的脑袋嗡的一下，自己有孩子了，自己的孩子又没了。原来是个孽种，幸好没生出来，死得好啊！你这种人渣就该断子绝孙。我杀了你！蔡坤像疯子一样朝我冲来，可我身边大黄可是个肌肉猛狗，随便几下就把蔡坤按住了。最后我在他家墙壁上掏出了个洞，里面藏的都是粮票、钱，还有几张难得一见的工业券。徐书记当着众人的面清点了一下，总价值超过3000元。而且搜出这些东西后，他动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。在这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我为了养活4个绝美小姨子，不顾生命危险，带着3兄弟上山收猎。可戏剧性的是，3兄弟反而被野猪追杀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大黄及时解
大黄，幸好有你。瓜哥，你家大黄简直是一只生狗啊！真是给我开眼了！你们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开膛破肚，把内脏处理了。Nice。等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2点多的事了。青秋，我回来了。青秋，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是在等姐夫吗？我就是担心。你们两个废什么话？赶紧收拾桌子，让开，我们把肉放上去。我们不累吗？好，我这就帮忙收拾。清雪，快出来帮忙。这些肉不能留，得赶紧处理掉。咋处理？进城，运气好，天亮之前应该能卖了。进城卖肉。扎三刀和书生都是一愣，跑到城里卖肉，这要是抓到了，至少也是个倒买倒卖。怎么，你们不敢？野猪都敢更大，这有啥不敢的？就是有啥不敢的？那喘口气，咱们就走。沈清秋和沈清雪一听就不干了，一把拉住我的手。姐夫，这是倒买倒卖、投机倒把的事情，抓住可不得了。就是抓住要送去劳改的。啥投机倒把，就几斤猪肉的事，放心吧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姐夫，我们不指望发财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咱们几个在一起就成。我姐已经出事了，你千万别乱来啊，让我看着担心。青秋，姐夫也愿意安安稳稳跟你们过日子。姐夫刚才是想说跟我过日子吗？有我在，别害怕。你看这高考一恢复，咱老三考不考，考上了上不上，光守着生产队肯定不够的，索性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老话不是说了吗？人死卵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，有啥可怕的？姐夫，是我们几个拖累了你。一家人别说那话，你们都是好姑娘。你姐走了，那就是我管你们。我不但要让你们吃饱，还得让你们吃好，让你们幸福。能跟姐夫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幸福了。能跟你们在一起，我也幸福。又整这死出，你们两个还有完没完？你一边去。好家伙，这还没出头七呢，头不被人了是吧？瓜哥你真有一手，我崇拜你。这话能在外人面前说吗？二姐好样的，你真棒。行了，就这一次，天一亮我们就回来，绝对不冒险，行吗？那天亮一定要回来。放心吧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三人到了城里，很快就在天亮之前把一头大野猪就卖完了，途中还买了不少留着吃席。等三人从城里回到蔡徐村的时候，已经早上10点多了。沈清秋在家担心的不行。我们回来了。姐夫，你们在外面没遇到事吧？没事，野猪肉都卖掉了，猪头都没剩。我在家担心你，一宿都没睡着。我也一直惦记着你，你们呢？还整这一出，你们能当个人吗？你滚一边去！好了，300多斤野猪肉，一共卖了276块钱，咱们3个分，一人92块钱，没问题吧？多少？92啊！瓜哥，您这给的太多了，不是打我们俩的脸吗？没有你，我们在山上不出事就阿弥陀佛了。确实，哪怕弄死了野猪，没有瓜哥你带着，我们肯定卖不出去的。这钱要是这样分，我不敢拿。是他救你们的吗？张书生插3刀。你一边去，你们觉得咋分？这样，瓜哥你拿120，我跟书生一人拿78，你看咋样？这样分，你们差太多了。这就不少了，分钱这事讲究的是论功行赏，不然哪还有下次？就是，我们要是脸都不要了，就想着多分钱。下次瓜哥你不带我们玩了怎么办？行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跟你们客气了，就按3刀说的分。分完钱，我拿了20块钱，然后把剩下的100递给了沈清秋。姐夫，你把钱给我干什么？以后家里的钱你管着，你管内，我管外，咱们家的日子一定能越过越好。姐夫这话好像没别的意思，可又好像都是意思。自己跟小姨子郎有情妾有意的，是不是打直球更好呢？想到这里，此时我心里一热，抬脚向沈清秋走去，刚想说话，就看到屋里冒出个小萝卜头。姐夫要抱抱。到下午的时候，沈清秋已经拉来几个帮忙的人了，都是同大队的妇女。生产队的日子就是这样，谁家有事，街坊邻居肯定是要帮忙的，哪怕之前关系再差，到了红白喜事这种时候，该伸手也得伸手。虽说沈清宇人缘不行，但沈清秋那可是左右都夸的好姑娘。三姐、二婶子得辛苦你们了。这有啥辛苦的？我家二子去年结婚的时候，你不也忙前忙后，婶子记着你的好呢？就是青秋，姐说话直，你别生气。你姐妹个人够得很，但你做人做事那是真没话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能不过来帮忙吗？沈清秋也是无奈，大姐沈清宇出了名的好吃懒做，也怪姐夫之前宠得太厉害了。平时别人家有什么事情，他沈清宇从来不管，
都是做妹妹的沈清秋出去帮忙。嚯，你们家这白事办的比人家红事还排场，这猪把油可太漂亮了，还有罐头，有猪蹄子、猪肉，你们家不过了啊？我姐夫说了，这次的事情给大家伙添麻烦了，这顿饭说什么也不能太不像样，不能让人背后说咱。这话说的，谁要是敢在这种事情后嚼舌头根，最是不烂他的。二姐、三姐、四姐，那个李三婶来了，说是来帮忙的。之前老妖说漏嘴，大家才知道大姐跟那个蔡坤有一腿，而且这个李三婶可能还从中间牵线的，没想到这种时候居然来帮忙。那请他前面坐吧，老三，你去说，别让他跟姐夫照面，我膈应他。沈清雪点了点头就出门了。青秋，你别怪二婶子说直话，救星里的不是啥好东西，烂裤裆的。婶子，我晓得的。青秋，你姐这走了，你姐夫有啥打算不？你可想清楚了，你姐夫人不错，在大队里又是出了名的能吃苦，脾气好，人也长得排场。他现在光棍一条，说不定就有打主意的。要是真有人送上门来，不成还好，成了的话，你们姐妹怎么办？说的对，婶子也跟你交代一句，这年头啊，该整得整，不整就什么都没了。清雪，你说，你姐命不好，咋就出了这种事呢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报应吧。啊，我是说，也许是运气不好吧。你这是来表扬我姐的吗？那去那边烧纸吧。啊，这个三婶子家里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钱买黄纸啊？心意到了就行了。行吧，那你来小屋这边，大屋是他们男宾聊天的地方，乌烟瘴气的。男宾的地方挺好啊，那个我是说，女人也顶半边天，咱又不比他们差，就去男宾那就行。查老爷子在里面呢，你进去他要是骂人，我可不管。李三婶一听查老爷子在里面，立马慌了。当时扎三刀才刚满18，差点被李三婶给拐到床上，这把查老爷子给气的，差点没操刀给李三婶给剁了。南瓜，你这接下来咋办？扎叔，啥叫怎么办？你小子跟我装傻不是？我是说，你接下来是自己过日子，还是准备再找一个？咋可能自己过日子？我家里这还4个姑娘呢。再说了，我再找也是2婚，家里这条件，别人也看不上啊。你跟别人装也就装了，你跟我还装啥？你但凡想要找，跟我说，10里8乡好姑娘，我去给你说，保管人家愿意。算了，不耽误人家了，我家里这4个就够我伺候的了。你小子是个有情有义的，但我说句实话，你要是就这样了，拖上个2、3年，那就真想找都没法找了。南瓜，扎叔这话说的实诚，你现在找，就凭你这模样，10里8乡不难，别拿2婚说事，你这是丧偶，又不是离异。沈清雨是死于意外，没人能在这方面挑你的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小瓜哥这模样，还能怕找不到媳妇？南瓜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，我三姨家的还没着落呢，姑娘长得也不差。众人非常热情，搞得我哭笑不得。还没说话，就见沈清秋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盘子煮花生米，目光冷冷扫过众人。秋，饭菜好这么快啊！沈清秋在门口听了有一会了，平时看着都不错的叔叔大爷，现在看着那叫一个火大。怕你们等急了，先给你们上个硬菜吧。你们先喝酒。哼，瓜哥，清秋姐这眼神，不会在花生米里下毒吧？怕有毒你就别吃。我的个乖乖，南瓜，这是姐姐刚走，妹妹就想接梯子啊，真有你的。说什么呢？青秋可是个好孩子，人家这姐妹几个肯定也有自己的顾忌，都是要生活的。难啊！女人饭桌上，李三婶一双眼睛瞄个不停。当初蔡坤跟沈清雨勾搭上，她在里面的角色跟《水浒传》里的王婆差不多。现在沈清雨死了，蔡坤被抓，她这个拉皮条的心里也害怕，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我在报复。那啥，青秋，你姐夫把蔡坤给搞了，你们可得小心点。蔡坤那不三不四的玩意还敢贪污，这次被抓肯定得被判刑。我姐夫能怕他吗？是，不过蔡坤有钱啊，这些年贪污了多少东西，他要是钱出来了，那能饶了南瓜吗？被李三婶这么一说，三姐妹也担心了起来，但是沈清秋却很淡然。蔡坤说白了就是只偷油的老鼠，老鼠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，以我姐夫的本事，能拍他1次就能拍他第2次。再说了，他就算想使钱，谁敢收呢？想到这里，李三婶饭也吃不下去了，找了个借口跑得飞快。烂裤裆的玩意，怎么好意思坐下吃饭呢？他吃的那碗筷都不得要了。等到这顿白事酒结束，我把查老爷子、廖队长等人送到门口。廖队长，你是还有啥要跟我说的吗？蔡坤的事情僵住了，这家伙嘴硬得很，
公社也问不出来什么。徐书记的意思是，这蔡坤好像跟你有大仇一样，一提到你就龇牙咧嘴的，所以徐书记让你有时间的话，去一趟公社那边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你放心，不让你白干活，这段时间都给你算工分的。行，明天我就过去一趟，但是能不能成，我也不敢打包票。尽力就行，就蔡坤那嘴，问不出来也正常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到了公社派出所，很快一个小年轻迎了过来。这小年轻不是一般人，家里底子很硬，现在在基层无非是镀个金。你是南瓜吧？我是赵志新，你叫我小赵就行了。徐书记把蔡坤这事交给我处理，我都快愁死了。我听说了，蔡坤嘴很严，不过兄弟你也别对我抱太大的期待，我只能说试试。瓜哥这话说的可就指望您了，不知道怎么的，这个蔡坤好像对瓜哥你恨得厉害，这2天在审讯室里翻来覆去的骂你呢。没事，我去会会他。抗拒从严，坦白从宽。蔡坤，你不要试图对抗国家，对抗法律，赶紧给我老实交代。结果蔡坤压根不吱声，一副抱定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的态度。可以让我跟他单独聊聊吗？人太多，我怕他还是不放松警惕。成，那瓜哥你快点，时间长了我这边不好交代。2分半就行。蔡坤，这才几天功夫，怎么这么快就发问了？南瓜，你告诉我，沈清宇死的时候是不是真有了？真的假的还重要吗？人都死了。不过沈清宇死的时候还很紧张肚子里的孩子。没用的蠢女人，她死1000次都无所谓，但她没保住我的孩子，她该死啊！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？哪有这么就怀上的？不然你和柳如烟不早有了吗？我逗你玩呢。南瓜，我杀了你！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说实话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实话？蔡坤，你都不说实话，我凭什么说实话啊？你想让我说什么实话？你做过什么烂事？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？该说就说吧。孩子都没了，你扛着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我都招了，你能告诉我真相吗？没问题，只要你原原本本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招供，我可以告诉你真相。好，我都招。我把赵志新等人叫回来，蔡坤果然竹筒倒豆子一样，说了一大堆事，贪污受贿，跟供应站站长改称谋财也就算了，这孙子仗着自己手里那点权力，居然还胁迫自己大队的妇女发生关系。他这够判多久的？你这问题我就没法回答你，你应该问够枪毙几次的。我都招了，南瓜，你告诉我，到底真的假的？我骗你的。什么是骗我的？南瓜，你说啊，孩子的事是骗我的，还是告诉我真相这件事？你说啊。就是刚才说的都是骗你的。蔡坤，这就是你的报应啊！老婆被疯牛战争践踏，不幸去世，留下了我和4个嗷嗷待哺的小姨子相依为命。可4个小姨子都想嫁给我。到了晚上，沈清秋立即端来热水，轻轻地把我的脚放进水盆里。姐夫，舒服吧？俺爹娘还在的时候，每年农忙，俺娘就这样给俺爹泡脚的，解乏得很。此时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沈清秋，沈清秋感觉到了我的眼神，顺着看向自己胸前，脸上立即升起2朵红云。姐夫，你咋直勾勾地看着人家？拿这个考验老干部，老干部犯错也能理解吧？清秋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我们一起泡吧，这盆反正也够大。那这水都让我糟蹋了。那我洗完给你再打一盆吧。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一双修长的脚就挤进了洗脸盆。清秋，你这不是逼老干部犯错吗？沈清秋低垂头颅，小麦色的梗子没有一丝赘肉，完美的仿佛一只天鹅。她睫毛弯弯，眉眼如水，就低着头。姐夫，我姐对不起你，她是个坏女人，不知道珍惜眼前好男人。但我知道，我也不要啥名分，我只想永远留在你身边。你要是愿意，咱就一起把日子过好，行吗？我没想到上一世如同温吞水的小姨子，这一世居然如此热切，仿佛要融进世间一切冷漠的骄阳，把我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傻姑娘，说什么傻话呢？沈清秋肩膀微微一颤，低垂的脑袋又埋低几分，委屈的眼泪说：“决堤就要决堤，怎么就不要名分了？你要是愿意，咱们就厮守着过日子。其实姐夫也中意你好久了。”沈清秋不敢相信的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惊喜。我伸手抹去她脸上的眼泪，炯炯有神的双眼没有半分犹豫。以后我对你好，对咱们的妹子好，而且这名分一定要给你的，不然怎么我告诉别人我遇到这么好一个婆娘了？我好吗？好啊，在我心里是这世界最好的了。沈清秋感觉自己要醉了，对自己厚着脸皮表达爱意的选择，感到欣慰又幸福。还好这次自己没有懦弱。到明年底，到时候你就满20了，咱们就领证吧，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我伸手拉住沈清秋的手，就这样脚挨着脚，手牵着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
自己穷极两世，真正要找的正是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。此时的门口，沈清雪看着屋里的一对人，脸上忍不住露出姨妈笑。三姐，我也想泡脚。小孩子家家的，泡什么脚？别打扰我们看好戏，你赶紧回屋睡觉。这画面少儿不宜。屋里都没你的味了，还想着盆里的啊？老幺一听这话，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。屋里的我和沈清秋正甜蜜着呢，好悬，没被幺妹这一声给吓死。穿上鞋后来到门口，看见沈清雪正堵幺妹的嘴呢。怎么了这是？沈清雪还没说话，小丫头就一头钻进我怀里，委屈巴巴的。姐夫，三姐和大黄说以后不让我进屋了。啊 ，nice。什么？蔡坤死了？死了，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彻底没气了，就用了2条背带裤，硬生生把自己吊死了。这背带裤质量真好啊！这孙子做事够狠的啊！城里那边说是让你再过去一趟，你也别多想，人家问啥你说啥就行了。我这来来回回往城里跑，大队的活怎么办？放心，你不来也给你算工分的。那我没问题了，正好进城琢磨琢磨有啥挣钱的门道。姐夫，能不去吗？我担心你，别回头火烧到咱们身上了。小嫂子，你就放心吧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会保护好你男人的。你说说你这叫什么事？这是本来就是让你刷刷资历的，你倒好，把自己刷进去了。爹，这事真不能怪我，那个蔡坤脑子有问题的，就2根背带裤就能把自己吊死了，这个多狠的心啊！别管狠不狠了，想想这是怎么收尾吧。爹，这是蹊跷，南瓜来见过蔡坤后，蔡坤就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事情都招了，结果没2天就自杀了。我总觉得和那个南瓜有关系。既然死了，就咬死畏罪自杀这一点。至于怎么死的，春秋笔法用一用。要是有人追究呢？那就推一个典型出去，大众想看的是坏人受到惩罚和热闹，死的是谁他们不在乎，怎么死的也无所谓，就把那个南瓜树立起来吧，让他成为优秀青年，就说他为人民抓住蛀虫，攻破贪污犯的心理防线，只要有热闹看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会转移开的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老爹这一安排，南瓜得了面子，我得了里子。同志，我来配合调查蔡坤的事情。老兄，你可把我害惨了。我要是不知道赵志新未来是什么样的人，恐怕还以为他真受什么委屈了。这话怎么说的？这就咱俩，你说说，你到底说了啥，能让这蔡坤自杀？我也没说啥啊，就是跟他说了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是吗？可惜让蔡坤死得太轻巧了，要我说就应该拉他出去游街示众，接受人民的批判。赵同志高见，我觉得也应该从严处理。这样吧，老兄你别回去了，中午在城里对付一口吧。算了，城里吃饭要钱都不说了，还要粮票，我们农民哪来的粮票挥霍？走吧，我请客，不让你老兄花钱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呢。用的，不用管他。小伙子，咱们去贵一点的饭店吃，你放心，他听我的。那咱们这就走吧。几十年后，赵志新这人掌管江淮煤业，外号赵千亿，对江淮煤业几乎可以做到一言而决。被双规的时候，官方发言定性是极其严重的贪腐行为。吃完饭后，我没急着回生产队，来到一处工厂外面。这年头，国营厂子的工人是幸福的。在70年代来看，农民和工人仿佛处于2个不同的世界。我是农村户口，这又不能做生意，这是一点活路不给留啊！自己平头老百姓一个，琢磨这种事情纯做梦。网络小说里那些主角到底都是咋发财的呢？你这人走路不看路的吗？做什么白日梦呢？姑娘，对不住，我这走神了。我赶紧帮姑娘把稿纸捡起来，瞄了一眼稿纸上的文章，忍不住一愣。我说你这人不会真有病吧？怎么说发呆就发呆啊？还一愣一愣的。还有你的这条大黄狗，看着像有点大病一样的。哦，这几天干活累的，有点发懵。哎呀，你别捡了，是不是低血糖了？我这有水果糖，要不你吃一颗？不用，能缓过来。你这写的是啥啊？宣传稿，先进个人，这个叫南瓜的，帮他们公社揪出了隐藏在人民群众里的老鼠蔡坤。上面领导要宣传嘉奖，我们台也有任务。你说你们台，你是主持人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个播音员，淮南广播电台的播音员。我是农民，没啥文化，有什么讲什么。我看你这么漂亮，就以为你是主持人来。哈哈哈，你这人还怪有眼光的。你们干主持人，平时上电视都穿这么好看，工资是不是比国营厂子要高？特挣钱吧？哪有，我1个月就25块钱工资，比人家厂子里的高级公差远了。是吗？
真的，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，工作没有贵贱之分，都是看能力。你要说挣钱，那些写稿子的才挣钱呢。之前我们电台给一个短篇小说发稿费，你知道发了多少不？多少？110块钱呢。不过人家故事写的确实好，该吃那碗饭的。姑娘，你能给我留个你们那投稿的地址吗？这事确实让人心动，不过我可跟你说，这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投稿都能过稿的，有些人投了好几年也不一定能过一篇。重在参与嘛。你拿好了，这是我们台的收稿地址。我要是能过稿，一定请你吃饭。那我祝你成功吧。谢谢你了。对了，我叫杨柳，你到时候请客的话，记得找我。成，杨柳，记得了，到时候肯定不会找错的。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呢？他叫南瓜，住在蔡徐村。南瓜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真叫南瓜吗？还是故意逗我玩的呢？在这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我为了养活4个绝美小姨子，没日没夜写了一部小说，赚了一共184块钱。姐夫，你这几天在屋里就在捣鼓这个嘛？轻着点，咱们家能不能发家致富，就看他的了。姐夫，你这是要当大文学家啊？不过我怎么记得你3年级上完就没上了呢？文学不跟你讲年级，文学讲的是才情，反正你就按我说的，改错字，还有里面的一些疏漏，有不懂的就来问我。沈清雪撇了撇嘴，但还是点头拿去校对了。晚上我迷迷糊糊睡到后半夜，就感觉有人拽自己背边，一睁眼看见沈清雪脸都快贴在自己脸上了。姐夫，什么玩意？你大晚上不好好睡觉，搞什么呢？我睡不着啊，下面内容怎么没了？姐夫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座皇宫，皇宫里有个太监。下面呢？下面太监哪还有下面？Nice。怎么了，丫头？这是没胃口吗？我不想吃硬馒头了，更不想吃黑面馍馍。姐夫，我想吃肉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不想吃肉吗？家里哪有肉能吃呢？可我们家前几天就吃肉了啊。那是你大姐死了吃席才有肉吃，要不我们谁死一下子你就又有肉吃了，你还要不要吃？我不吃肉了，姐夫你可千万别死啊！吃完饭后，我就带着稿子进了城，按照杨柳给自己写的地址找到了淮南广播电台。可还没进去，门口的门卫就把我给拦了下来。土包子，干什么的？这是你能进的吗？我想给广播电台投稿，有人跟我说广播电台最近要开个新节目，专讲文学故事的。赶紧滚！你这种乡下人就适合会加重的，别做梦了，这里面你不配进。还有这条大土狗，我们这里没有食给你吃，要吃你就回你村里的茅坑找去。大黄，去给他2耳光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我们配不配进去？能，进去去3号楼，2楼最里面，那边是收稿子的地方。来到收稿处，见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正在看着报纸，给人一种老花眼的感觉。你好，我想来投稿。投稿？那你稿子呢？在你面前的傻帽。走，那我仔细看看。这老头的眼睛真的能看得见字吗？应该能吧。不行，赶紧拿走。哪里不行啊？你看你写什么狗屁小说，简介还是我和4个小姨子还有一条大黄狗在吃不饱饭的年代一起相依为命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更可恨的还是这么多字，这不得把我眼看瞎了啊！赶紧滚！我气得够呛，干脆也不跟老头这较劲了。来到了门口，找了个公用电话，拨通杨柳留下的电话号码。对，你好，你找哪位？是杨主持人吗？我是南瓜，就是那天和你在街上那个的。呀，先进人物，你人在哪呢？我正想采访你呢。我来你们广播电台办事呢，这办事找不到门路，只能打电话来麻烦您杨主持人了。那这样，你让我采访一下你，参加一下我的直播，然后你想办什么事，我来帮你。成啊，那咱们哪里见？广播电台食堂吧，这眼看着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，我先请你吃个午饭。成，那我现在过去找你。你在门口等我，我们电台门卫很凶的，他不会让你进来的。没有吧？我看他挺好说话的。阿正，那你进来吧。你还真进来了，我们那个门卫没拦你吗？没有啊，他人挺通情达理的。上次你可够精的，知道我那稿子写的是你，你还一声不吭。做好事不留名嘛。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？哦，对了，你看看这个稿子。你这是真投稿啊？哎，农民不容易，不就想方设法搞点钱吗？成，稿子放在我这，我做主用了。你做主？这是你能做主啊？这有什么做不了主的？一份稿子嘛，等下你答应参加我的节目就成。你不看一眼吗？回去再看吧。吃完我节目就该开始了，正好先跟你聊聊怎么采访你这个先进个人。成，那我今天就是你的人了，随便你怎么用。
吃完饭，杨柳带着我来到了录音室。一个平头中年人见杨柳就露出溺爱的笑容。小杨，今天是你在这节目的最后一期了，好好表现，争取做个好的收尾。立博播放。李副台长放心，李副台长，我想把今天的节目做一点更改。怎么改？李副台长，这位是南瓜。南瓜，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。南瓜也是我们电台的人吗？李台长，我不是电台的人，我是杨柳的朋友。南瓜就是这几天咱们电台宣传的那个先进人物，帮一封公社揪出那个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败类蔡坤。原来是南瓜同志，久仰大名啊！我今天的节目想改成对南瓜的访问。放心吧，你要怎么弄你提要求就行了，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负责为你保驾护航的。谢谢。能让副台长这么甜，杨柳他爹不会是市里领导吧？70年代广播站的条件还不算好，录音室里除了必须的设备外，也就几张椅子了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刨根问底节目的播放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请来了最近淮南的风云人物，让我们欢迎来自志祥公社蔡徐村大队的社员南瓜同志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志祥公社蔡徐村大队的社员南瓜，大家可以叫我小瓜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志祥公社蔡徐村大队的社狗大黄，大家可以叫我小黄。随后两人一狗一问两答，杨柳突然发现整个节目气氛风格都不一样了。一个有勇有谋的年轻人，在经历了一连串悲惨经历后，智斗潜藏在人民内部的老鼠蔡坤的故事，杨柳都听傻眼了，开始期待我写的稿子了。南瓜，我也采访过很多人，但都没有跟你聊天舒服，就跟朋友聊天一样。我觉得访谈节目想做好，就得先把嘉宾当朋友。我记住了，耽误你这么长时间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跟财务那边说一下，先把你这稿费给结了。真的，这稿子真的不看看啊？就你今天这贫嘴的劲，你这故事就不会写得太差，我放心。杨柳让我等着，自己则拿着稿子去找了李副台长。2分半后就拿着钱，笑容满面回来了。真得钱啊，美女，你也太棒了吧！你干嘛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乱舔我，我就叫人把你炖了。你消消气，我家这狗它见一个爱一个，等回去我再教育它。今天这事真的感谢你了。没事的，一条狗而已。今天就是让你见识见识姐姐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。我给你按1等稿算的稿费，一共184块钱，还有我自己的这些粮票肉票也给你。我一个人在淮南，姑娘家一个，平时吃喝可用不掉，留在手里也是浪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小杨同志，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说话就行，咱们革命情谊已经有了，千万别客气啊。成，有你这句话我很欣慰，那咱们回见。老婆刚刚去世，小姨子们就想着钻进被窝，只因在这个人人吃不饱饭的年代，我却能顿顿给他们吃上肉。心怡，早上你不是说想吃肉吗？姐夫今晚让你吃到饱。咋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？我写的稿子人家用了，给发了稿费。幺妹不是馋肉了吗？我琢磨买点回来让她好好过过瘾，就是不知道她看见我哭个啥。幺妹，你哭啥？你姐夫买肉回来给你吃，你还不高兴啊？我不吃肉，姐夫说了，你们死了我才有肉吃。二姐没事，那死的是3姐还是4姐啊？让你跟幺妹瞎说。放心吧，你3姐4姐都好着呢。那是姐夫你要死了吗？青姨也不想姐夫死啊。姐夫也死不掉，要死也是大黄死。南瓜。大黄死，那没事了，只要姐夫和姐姐们不死就行了。到了晚上吃饭，几个小姑娘像小馋猫似的，一人吃掉1斤多肉。其实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也就过年时能吃上1顿肉，而且也就能吃到几块。姐夫，我们太馋了，你是不是看我们笑话了？笑话你们啥啊？在我心里你们就是一道光，照亮我前进的路。虽然很撑，但心里安稳。姐夫真棒。就是，虽然撑了很难受，但相比较饿，我宁愿撑着。姐夫好棒棒。要是每一顿都能吃饱就好了。放心，有姐夫在，保证你们顿顿都能吃饱，不但能吃饱，还个个都有学上。饭后，我把沈青秋拉到厨房，打算把今天赚到的钱给她保管。青秋，这里有170块钱，我留70有用，剩下100你放好。姐夫你真好。对了，姐夫，我房间的门坏了，我有点困了，我先去睡觉了。好，那你睡吧，明天早上我帮你把门修好。青秋刚才是什么意思了？怎么就突然生气了？他的意思是叫你去帮他暖被窝呢，傻帽。我真是个傻批啊！不行，这机会绝不能错过，我忍不住了。Nice， 青秋，你开门一下，姐夫这剩下这70块钱也想先放在你那。
不用了，姐夫不是有用吗？你拿着用就行了。秋，你就开一下门吧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有几个亿的项目要跟你讨论一下。什么项目？等明天再说吧。姐夫，我累了，请你回去睡觉吧。秋，真的很重要。那几个亿的项目，我们今晚要是讨论的好，可能今晚就落实了。姐夫，你快回去睡觉吧，我现在没心情谈项目。秋，求你了，这项目真的很急，在我梦里出现很多次了。你放心，我保证就3秒，不会耽误你时间的。姐夫，你说话怎么越来越奇怪了？请你自重好吗？你是有多饿啊？精虫上脑吗？赶紧回去睡觉！刚才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现在人家没心情了，你又逼着人家谈项目。我不甘心啊！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马上去找大队长，一定要给你安个流氓罪。回屋后，我对今晚的事耿耿于怀，越想越后悔。到后半夜了，还硬是睡不着，只能爬起来做了点手工，然后一身疲惫，才算能安稳入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浑身酸痛的起床了。沈清秋倒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一样，一大早就起床给我准备了早饭。姐夫，早上我蒸了2个馒头，还有小米粥，你快吃吧。还笑，我被你害惨了。姐夫，我现在发现你又笨又可爱，我太喜欢了。那你昨晚又不给我？他昨晚不是给了吗？只是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你们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姐夫，你不要急，这2天那几个亿的项目我会和你讨论的。哦，小杨，这稿子故事谁写的？我朋友，你见过，就是昨天那个南瓜。那个小农民呐，一个这么年轻的农民能写出来这种稿子？年轻怎么了？农民又怎么了？有志不在年高，更别提身份了。您就说这故事怎么样？不错，绝对是水准之上的作品。就是担心他驾驭不住大长篇，只要他保持10万字不崩，就有机会赢。我相信南瓜，你最好跟你朋友确认一下，看看他有没有后续。如果有，就赶紧先看看。请。可是我没有南瓜的联系方式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刚认识的。没事，他是先进个人，地址好找，我找人给你问一下，绝对给你问出来。谢谢李伯伯。他奶奶的，大白天谁念叨我呢？南瓜，南瓜，你在家吗？南瓜，快看看，谁来看你了？陈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给你这个大功臣送礼来了。送礼？生产队为了奖励你在以丰大队蔡坤一事上起到的关键作用，决定对你做出奖励，这个收着吧。我一看这东西就乐了，居然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。这些天在家根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人家晚上天黑了，蜡烛一吹就跟老婆滚被窝，可自己呢，孤独、寂寞、空虚、冷。感谢生产队，感谢陈书记，我早就想要个收音机了，可咱没钱也没票，没想到最后是大队满足了我。我们先走了。对了，南瓜，我听说公社徐书记那边也要奖励你呢，到时候肯定比我们生产队的奖励好。哦，2人走后，我赶紧把几个小姨子叫了出来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沈清雪和沈清月也不用上学，正在屋里看书呢。出来，都出来，姐夫给你们看的大宝贝。老婆刚刚去世，小姨子就迫不及待的想钻进我的被窝，可有着守旧思想的我，为了传统手工技术不能丢，还是毅然拒绝了他们。可小姨子们依旧不肯放弃，每天晚上都在开会讨论如何拿下我。只因在这个穷苦的年代，我帮助群众揪出了暗藏在人民公仆里面的害鼠蔡坤，因此也被奖励获得了全蔡徐村的第1台收音机。姐夫，你那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收音机吗？你这话说的，小一个收音机而已，哪里算得上传说中的？下次姐夫带你们看更厉害的金色传说电视机。全民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个人练习生。出生了，二姐，姐夫好厉害呀！咋沙沙的呢？也没人讲话。是不是人家下班了？小姨子们叽叽喳喳，非常兴奋。不过这也不奇怪，要知道在这个年代，家里买台收音机，那约等于后世家里买车，甚至比买车还稀奇。别急，这个得调一下才行。淮南广播电台整点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姐夫有声音了，可真清楚啊！这收音机是坏的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不是20点。几人面面相觑，然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小丫头现在还不知道24小时的说法。都安静，马上到我朋友的节目了，说不定今天要播我投的稿子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收听由你们的老朋友韩玉莹主播的新节目《爱坤一辈子》。姐夫，你的朋友是韩玉莹啊？
他是广播里的大明星，我在学校见家里有收音机的同学都喜欢他。不是，我朋友叫杨柳。杨柳跟自己说了节目播出时间，可怎么播音员忽然变成韩语莹？原来电台此时正在内部斗争，两个副台长在竞争台长的位置。杨柳和这个韩春莹则分别是代表两人的势力。两个主播进行了一人录3期，比谁的收听率高，也意味着谁能坐下电台一把手和第一主播的位置。所以原本今天属于杨柳的节目被汪副台长给了韩春莹。整个节目听完后，4个小姨子有3个都听得津津有味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没我姐夫写得好。估计是广播电台那边有调整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播我投的稿子。第2天的广播电台，杨柳急得额头都是汗，李副台长这边也是一脸火气。两人为了找我，托了关系问了个遍，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没事，下午先播手头的稿子，这样下周之前找到南瓜就行了。不行，你朋友要是磨了几年才磨出这点稿子怎么办？用了这一期大家反响好，下期换稿子接不上，你挨骂的更厉害，甚至稿子的质量有差距，你也得挨骂。不行的话就先播那个民俗，第1期收听率哪怕差点也没事，3局2胜还有机会。只能先这样了。此时我和沈清秋正在大队的田地里工作，刚准备吃午饭，一个女人悄摸地走了过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李寡妇。南瓜，你们这中午还有肉吃啊？这是发财了吗？想尝尝吗？想啊，有肉谁不想吃啊？来，你跟我到这边来。我领着李寡妇往没人的地方走，沈清宇一脸疑惑，李寡妇则是满脸兴奋。南瓜说到底是大小伙子一个，沈清宇这意思，平时也没有个卸货的人，看样子是憋得难受了。至于这大白天又在外面，不过也没事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保证3分钟让他缴枪，不耽误吃中午饭。李寡妇一想到今天又能缴枪，又能吃上肉，心里那叫一个美。结果我走了没多远，就站着不动了。哎呀，南瓜，这里可不行，我还是要脸的，这让人看见咋办啊？要脸？我看你是不要的。李寡妇，你跟沈清宇一起干的那点龌龊事，你当别人都不知道是吧？南瓜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沈清宇死了，蔡坤也死了，你要是也想死，就继续在我面前做。我不做，我不做。南瓜，我就是介绍他们认识，别的事我真没参与。参没参与我不在乎，但我得告诉你，往后给我滚远点，不然我把你那点破事掀了，你无所谓。我看你儿子还有脸活吗？好，我再也不打扰你们了。李寡妇颤颤巍巍地走了，因为跑得太快，还摔了一跤。沈清秋见李寡妇逃命的样子，有些意外。姐夫和李寡妇说了什么能把李寡妇吓成这样？是不是那件事姐夫已经知道了？回家的时候，我看见队部的电话，这是蔡徐村大队唯一的一部电话机。廖队长，我能拿咱队部的电话打一下吗？打吗？会用吗？会用，会用。淮南广播电台，请问你找哪位？你好，我找杨柳，他现在忙吗？能不能接个电话？小杨啊，他现在好像准备录节目了。哦，那算了。你是小杨什么人啊？要不要我给你带话？我是他朋友，他要是忙就算了。他应该还没开始，你先别挂，我去看一眼。您怎么称呼？那麻烦您了，我叫南瓜。另一边录音室里，杨柳拿着那篇民俗故事的稿子录播。各位观众，不是听众。小丽，咱们这个小杨很幽默吗？李副台长神色无奈，一旁的韩玉莹也笑了。就杨柳这个状态，新节目十有八九是他的囊中之物了。对不起，那个录音先停一下，我失误了。没事，状态不好可以理解，年轻人扛不住压力很正常。小杨平时心理素质很好，今天意外而已。小杨，你先喝口水，好好调整调整，别紧张。小姚，你怎么跑录音室来了？有事吗？有人打电话来找杨柳，我想着过来看一眼。谁找我？说是叫南瓜。杨瓜。杨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然后噌的一下就窜了出去。汪副台长被吓了一跳。谁啊？小杨男朋友吗？喂，小杨同志，你是不是跟我吹牛呢？昨天晚上那节目怎么跟你说的对不上呢？南瓜同志，我也很无奈啊。哼，你文笔这么好，之前还跟我藏着掖着，就凭你写的东西，不用我帮忙，也100%能过稿啊。说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你是不是早就惦记本小姐了？真不是我不老实，我投过稿，结果被你们戴眼镜的那老头当场毙掉了。真的假的？杨瓜，有件事你得老老实实跟我说，这关系到节目还归不归我？还真有人想抢你节目啊。南瓜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的稿子写了多少？我交了多少稿子就写了多少。那就完蛋了，我跟韩玉莹的竞争是3场，哪怕第1场用你的稿子把收听率提上去，后面也容易崩。你是怕我下面拿不出作品吗？是呀。那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后续内容我已经草拟好了，
这几天再抽时间弄出来不就行了？太好了，瓜老师，你真好。新节目我要是能拿下了，我就请你吃饭。这话说的好像我是那小气巴拉的人一样，我就想问问，稿费能及时给结了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能按时交稿，稿费就不是问题。我给你按特等稿申请稿费，签字10块钱。那这是妥了。挂了电话，杨柳信心十足地回到录音室，但汪副台长见状仍然继续嘲讽：小杨情绪转变的很快吗？跟刚才相比轻松多了，不会是放弃竞争了吧？小杨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李副台长，我现在好得很，而且我想换稿子。节目是你的，用什么稿子你自己说了算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收听由你们的老朋友杨楼主播的新节目。这故事的内容叫年代，我和4个小姨子相依为命。杨柳的声音清脆且充满活力，让人听了身心愉悦，连同汪副台长和韩玉莹此时也忍不住倾听起来。录制结束，众人神色各异，哪怕是汪副台长和韩玉莹也不得不说杨柳准备的这份稿子十分不错。王副台长、小航，你们都是电台的老人了，帮忙指点一下，这故事怎么样？老婆刚刚去世，小姨子们不但没有伤心，反而个个都想嫁给我，只因在这个穷得吃草的年代，我能凭借着写小说赚钱，让他们顿顿吃上米饭。老三，你咋了？怎么还哭上了？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姐，我们真过上好日子了。你这话说的可不就是过上好日子了吗？这是好事，你还哭啥？我就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以为咱们要苦一辈子呢，没想到还真有过上好日子的这一天。都是真的，姐夫对咱们好，又有本事，你们都得记着他的好，等以后你们有本事了要报答哦。姐夫最好了，我长大给姐夫当媳妇。不要胡说八道，姐夫的媳妇是二姐。你们别乱说。我坐在门口，听到小屋里面嘻嘻哈哈的，也忍不住露出笑容。第二天，我和沈清秋正在田里干活。通过这段时间的两人早已互相爱慕，你侬我侬，关系此时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可就在此时，来了一个人，又打断了我的事法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淮南广播电台的杨柳。杨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杨大主持人，你咋还亲自来了？沈清秋一听说杨柳是主持人，吓了一跳。这年头，主持人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可是传说中的职业，比售货员还厉害。你别这眼神看我啊，回头人家真把我当流氓抓了。你咋鞋也不穿啊？我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穿鞋的。青秋，你过来。对了，这是你小姨子。沈青秋，我小姨子，现在家里就我们俩当家呢。青秋叫杨姐，这可是咱们淮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呢。杨姐，那天姐夫带我们听了你的广播，你说的可真好听。那是你姐夫故事写得好。青秋，我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姐夫答应我这个星期交稿子给我，结果这都周5了，你说怎么处理？我们家我姐夫当家的，咱们女人也顶半边天。青秋，你得支棱起来啊！回头稿费啥的，我就不给你姐夫了，直接交给你。给呗，反正我钱都交公了，拿多少都说得明明白白。稿子呢？我后天节目就要用了，你真写完了吧？可千万别糊弄人。放心吧，你跟我回家，我拿给你。我带杨柳回家拿了稿子，杨柳看到我的住所时，眼中浮现出一丝错愕。你家怎么这么破啊？没法子，咱们农村没钱啊，每年分的粮食也就将够吃，又没有人发工资，哪有闲钱盖房子啊？杨瓜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事，你也饿了吧？要不我下面给你吃吧。不了，我先不吃。没事，先看看稿子吧，合适的话你就给钱吧。杨瓜，你太厉害了，让380块钱，等小姐说到做到。你这给错了吧？这算下来签字10块钱了。你的稿子好，当然给特等稿的价格了。我已经跟台里申请了，看看能不能再给你涨点价格。现在这钱你能先拿钱修房子？想修啊，不过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我2个小姨子都在上学，还有个还是小丫头片子，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再说了，我准备跟青秋结婚，办喜事也得花钱啊。你跟青秋结婚，那不是你小姨子吗？她姐前阵子不是走了吗？按说我跟她们姐妹就没啥关系了，可她们家里那边无亲无故的，我要是不管，那她们日子咋过？几个小姑娘，别说上学了，不饿死就算好了。最好的法子就是我跟青秋过日子，我们俩也算是知根知底的，不用担心遇人不淑。再说了，我一个丧偶的，这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你说的也是。那个，我有事求你帮忙呢。请我帮忙？我能帮上什么忙啊？我们生产队有块地处粘土，所以我们大队的干部就琢磨搞个砖窑，以后烧砖卖，生产队所有的人都能提高收入。这是好事啊。就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砖窑，
那我们烧了砖也卖不出去，不是？所以想请你帮个忙，在电台给我们打个广告。打广告不行不行，那是犯错误，是资本主义的行为。我就是工作不要了，命也得要吧。也不难怪杨柳反应这么大，毕竟国家第一条电视广告那也得等到1979年1月28日。现如今国家还没有所谓的广告，不管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，连生意都不让你做。怪我，是我没表达清楚。我是说，你能不能在广播电台给我们大队的砖窑搞一个宣传稿、表扬稿吗？这怎么表扬啊？很简单啊，你们有新闻节目，有访谈节目，等到结束之前提一嘴我们嘛。志祥公社蔡徐村生产大队队员有干劲，能奉献，在生产任务之余还积极建设砖窑，为提升本大队队员居住条件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这样能行吗？能行啊，真要是影响你工作的事情，我也不能让你干，不是？那这样，我先回去问问，要是能弄的话，我肯定给你帮忙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哪怕这事办不成，我也谢谢你。把杨柳送走没多久，我刚想回去继续干活，结果回去的路上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，一扭头，哥们，几个意思？想在我们生产队堵我啊？不是，哥们你别误会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跟杨柳的什么关系？我一怔，上下打量了眼男人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。没看出来，这杨柳是真饿了啊。你是杨柳的男朋友吗？不是，我是杨柳的同事，是领导让我跟着过来的。哦，你们单位这人文关怀做得可够到位的，对女同志很照顾啊。不是，我这是，我跟他过来是想找4个小姨子的作者，是你读。什么小姨子？没听说过。我说的是最近广播里播的那个小说《杨柳来这》，不是跟你拿稿子的吗？不是啊，杨姑娘来俺们这扶贫的。扶贫？对，我们这穷啊，杨姑娘心肠好，给我们这送了点吃的喝的。俺们蔡徐村大队可喜欢杨姑娘了。我满嘴跑火车，把男人当二傻子忽悠，男人也没多想。这他妈不是闲的吗？穷，我还穷呢。你要没事，我去干活了，我们生产任务中。那你滚吧。姐夫，杨姐姐拿了稿子走了吗？刚送走，给咱留了380块钱稿费，回去你收着啊。怎么这么多呀？这算啥？你等着看吧，等着故事再播一阵子，稿费还得涨。在这个还有流氓罪的年代，要是偷看女人洗澡被抓，轻则牢底对，重则被紧进1颗花生米。可这2个妇女说到反天罡，她们不止喜欢偷看，还喜欢跟男人一起洗澡，并出演。瓜哥，好险啊！这些大娘耍起流氓来，简直就是无解啊！哎，可不要得罪这些大婶大娘的，以后咱们洗澡要注意点。对了，瓜哥，你打算跟青秋姐过日子吗？过啊，明年就去领证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瓜哥，真羡慕你，姐姐没了还有妹妹，不像我家里穷，以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娶得到媳妇呢。你别这样想，都说穷不过3代，别担心这些。瓜哥，你的意思是我的下一代就要发财了吗？不是的，我来告诉你吧，因为到你这一代就穷的娶不到媳妇了，所以就没有第4代了。别扯淡，感情这种事情看缘分，你就等着吧。瓜哥，要是你不跟青秋姐过就好了，我本来想让我妹子跟你过的，咱俩当亲戚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哥了。说什么混话呢？你妹就比你小1岁，今年也是刚成年吧？我大她5、6岁呢。你大青秋姐也不少啊！今天大的4眼仔来我家了，想跟我家提亲。我看我爹那意思有点松动了。4眼仔知青吗？那也不错，他们知青都有文化，就是不能吃苦，一天到晚干点活就嗷嗷叫，跟娘们似的。就在此时，刀子的妹妹扎秀玉来叫刀子回去吃饭。小姑娘正是一朵花的年纪，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，大眼睛水灵灵的，特别可爱。哥，回家吃饭了。对了，瓜哥，俺爹叫你也来一下，有事喊你。我叫我干啥呢？不晓得，反正俺爹说叫上你一起。小妹子，我们2个呢，没叫我们一起去吃饭吗？别闹，你回家吃，跟青秋他们说一声，别等我吃饭了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小妹子，我也得去，他离不开我的。那个张书生，你回去跟小嫂子说，我们今晚不回去吃饭了。南瓜，老茶叔，我今天是遇到事了。往常不管啥事，我都能叫得清楚，可今天是真拿不定主意了。
是知青想跟咱结亲的事情吗？对，知青站点的那个4眼仔梁书童你认识吧？这不今天上门说看上咱家秀玉了，这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拒绝。其实人家知青都是有文化的，咱们不吃亏，就是这些知青品性什么的，咱也不知道啊。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。要是南瓜你来提亲，今天晚上老头子我就给你们把事办了。我笑而不语，这话没法接。其实老茶叔以前就想撮合我跟秀玉，只不过因为沈清宇还在，现如今沈清宇死了，老茶叔又动了心思。要是能跟秀玉在一起过日子，那也很好啊。可是真答应了，沈清秋他们咋办哀？老茶叔见我不说话，明白强扭的瓜不甜，也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话锋一转。现在我就是拿不准这梁书童是不是个良配，要是回头委屈了秀玉，就是我这个当爹的害了他。爹，要我说就不答应。那些知青啥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天到晚除了偷奸耍滑，还会干点啥？我要是成了那些瘪犊子的大舅哥，我非抽死他们不可。老渣叔，今天下午有个姑娘来找我，您知道这事不？知道咋了？显得你招姑娘喜欢吗？要给你颁个奖吗？我可没那意思。她是咱们淮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，她跟我说，国家现在正准备搞知青大回城，各地的知青在明年10月份都会无条件回城。真的吗？8、9不离10了。老渣叔可是精明人，太知道我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了。这话要是真的，那明年梁书童他们回城了，扎秀玉可怎么办？现在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。要不说有事还得跟你小子商量。随后两人越聊越欢，老茶叔把我和大黄往死里灌酒，酒过3巡后，两人一口都喝趴下了，扎3刀把我架回家里去。等我走后，老茶叔揽着自己闺女，嘴里还嘀嘀咕咕。南瓜，你说叔对你咋样？你要是愿意，叔就把秀玉许给你，今晚就洞房，明天生个大胖仔。爹，你说啥混话呢？我的老天爷，姐夫你咋喝成这样啊？清秋姐，这可不关我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沈清秋赶紧叫妹妹们过来帮忙，4个姑娘一起费了9牛2虎，才把我弄到床上。哪有这样惯人的？老渣叔也太没轻重了。说什么呢？姐夫跟老茶叔关系好，不然老茶叔也舍不得给他这么多酒喝。这晚上咋办啊？就姐夫这样，晚上要是吐了，不得把自己呛死啊！你们睡去吧，晚上我看着。那哪行？你明天还要下地干活呢。要不二姐你去睡觉吧，我明天不用下地，我看着。你上学更重要，白天在课堂睡大觉，那还学啥？回头大学还考不考了？那我看着，我晚上不睡觉，白天可以睡呀。你还是算了吧，你姐夫要从床上翻下来，那能把你压死。得，还是拿我来吧。姐夫把我压死之前，我还能喊出救命来。行了，都去睡吧。我看姐夫还行，晚上我看一眼，没事我就坐着眯着，也能休息。二姐，那你今晚可要好好照顾好姐夫哦。去，再乱说，小心我揍你。把3个妹妹赶了出去后，沈清秋看向我，又忍不住脸红心跳，走到床边蹲下来。姐夫，你咋喝这么多？哪有喝酒不要命的呀？我还行，老渣叔不行了。我走的时候，他喊我老弟来着，还要把闺女许给我。啥？沈清秋一听这话，瞬间就炸毛了，又想到下午来的杨柳，虽然说那是朋友，但作为女人，沈清秋看得出来，杨柳对姐夫是有好感的。越想沈清秋越委屈。世界上又不是就姐夫一个男人，怎么这么多人都想争？不过有人想争姐夫也没错，毕竟姐夫人这么好。Nice。到凌晨2点半，我也醒了大半的酒，看见沈清秋在床前小鸡啄米，也是心疼的很，想让沈清秋回去睡觉。姐夫，你咋了？是想喝水不？有水吗？有的。你困了吧？我不困。还说不困，今晚就在这屋凑合吧。好。他上来，那我睡哪里呀？滚！两人安静地躺在床上，我急得想挠头。这以前跟沈清宇的时候，好像一切都很简单，现在换成沈清秋，反而给自己搞不会了。不行了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那边地上躺个死人！别他娘的胡说八道，哪来的死人？廖志毅直接朝李寡妇指的地方走去，随后几人也跟了过去。到地方就看见秀玉倒在血泊中，老茶叔直接嗷的一声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我试了下鼻息和脉搏，先别急，人还活着，赶紧往医院送。去大队借拖拉机，用拖拉机了。看到谁下的手吗？我刚才看见知青点几个人跟秀玉姐说话呢，带头的就是那个4眼仔梁书童。书生，回去牵狗，把家伙也带上。这还没弄清楚呢，抓到之后再问也一样。青秋，回家里把钱都拿上。你们凡事都听南瓜的，
出了事我担着。很快，我带着一众人往知青站点杀了过去。书生把家里的狗和土枪都带上了。此时的梁书童朝着公社的方向跑去，我大手一挥，书生直接放他家的翠花冲了过去。大黄也在此刻赶来。梁书童，今天老子就先打断你的第3条腿，再要了你命！你弄死他，秀玉在没事，你给他赔命吗？对，我是知青，我下乡来是建设美好祖国的。你们要是杀了我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在我们村弄死你扔在这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不管多大的事，有领导来处理我，你们没有那个资格。我是秀玉的哥，你弄我妹，我就能弄死你。谁说我弄扎秀玉了？你们可别血口喷人！你们谁看到了？要是有人看到，就站出来指证啊！看我干什么？我让刀子别杀他，又没说不能打他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你们不能。众人纷纷扑上去对梁书童拳打脚踢。半个小时后，梁书童被打到已经快没人形了。瓜哥，我们下手是不是太狠了？不会嘎了吧？我等为追踪伤人者与梁书童相遇，梁书童做贼心虚，欲持枪反抗，危机时刻神犬护主。死了呢？死了就是殊死顽抗。我等为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一拥而上，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。会不会太假了？他不承认怎么办？担心这担心那的。张书生，你真是个废物！不承认，大家都看到的。而且我本人还是抓住公社硕鼠蔡坤的先进人物。你说到时候警察是信我，还是信这个持枪顽抗的凶徒？你不是人！我本来就不是人，你他妈怎么话这么多？你干嘛？美女，你是什么时候来我们蔡徐村的？我怎么没见过呢？你叫什么名字呢？2个月前，我叫翠花。我叫大黄，可以交个朋友吗？放心吧，我可是我们村出了名的硬。你是什么品种的大黄狗啊？怎么这么黄呀？给我滚吧！哼 ！Nice。梁书童被众人带回蔡徐村，直接拿绳子吊在村口歪脖子树上。很快得知此事的徐书记和陈书记也来了。徐书记就是蔡徐村的人打的梁书童，我看你们真是想造。徐书记，我们冤枉啊！徐书记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徐书记，那些知青他们不是人啊！徐书记，我的那个徐书记哟，这怎么回事？让他们先别哭，慢慢说，说清楚。陈不然这个大队书记也一脑门冷汗，自己在家正教媳妇生理课呢，忽然就被人敲响大门，喊了过来，具体什么情况，自己也闹不清楚。廖志毅人呢？让他出来说话。你们别嚎了。廖队长去城里了。那老扎叔呢？也去城里了。南瓜，你过来，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你们蔡徐村大队干什么呢？为什么冲击知青站点？给徐书记说清楚。领导，不是我们冲击知青站点，是知青里有人蓄意谋杀，被害人现在送医去了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我们要不去知青站点的话，嫌疑人要是跑了，到哪抓去？蓄意谋杀。徐书记吓了一跳，往日里大队还有公社之间不少干仗，打死人也是常见的事情，但蓄意谋杀的罪名可重多了。南瓜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有人看见扎秀玉被袭击前跟梁书童在交流，不久后扎秀玉倒在血泊中，而梁书童逃回知青站点。算了，你们先把梁书童交出来，不管如何，这件事情交给公安处理，行不行？徐书记，这话你问我没用，老扎家闺女是受害者，老扎家不愿意放人啊。徐书记，公社要不能给我公道，我就去市里要，市里不给，我去省里要，省里再不给。怎么，你还想去首都啊？我就不跟你们要了，资金也好，农民也罢，都是一条命，我没必要求你们。就是你们不给，我们自己拿。知青咋了？祸害人的时候不说是知青，要处理的时候说是知青了，知青咋的？比我们多一根啊！老查家亲戚都群情激愤，徐书记见状也明白这种时候想把人捞出来不容易。人我可以不带走，但我得确保他的安全。南瓜，你们蔡徐村生产队别让我为难啊！刀子，徐书记人不错，让他看一眼吧。扎三刀起身带着人往歪脖子树走去。等徐书记看到梁书童的时候，人都傻了。认识的知道树上挂的是梁书童，不认识的还以为树上挂了个充气娃娃呢。怎么下这么重的手？就这已经是我拦着的结果了。按照老扎家的意思，要当场扒皮点天灯呢。先放下来，找个地方关着也行啊，别真把人吊死了，到时候本来是你有理的，都变成没理了。徐书记刚才答应不把人带走，算是让老扎家满意，此时也很干脆的把人解下来。这件事情你们不能乱来，报警让公安来处理，你们放心，肯定会给你们一个公平的判决的。徐书记，我信你，但我不信其他人。丑话放在这里，梁书童要是随便就放了，我一定不善罢甘休。
第二天，我跟扎三刀赶到了市里矿工总医院看望秀玉。刚到病房外面，还没进去就听到扎三刀老娘和老茶叔哭的声音。扎三刀只觉得的天旋地转，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刀子要坚强。扎三刀晃了晃脑袋，稳住情绪，眼睛里憋着泪水，一把推开房门，嗷的一声，我那短命的妹子哟！嚎什么呢，小兔崽子，给老子滚出去！扎三刀一脸懵逼，只见自己妹子正在床上坐着，旁边沈清秋等人也是一脸疑惑看着他。老扎叔，今天三刀可太猛了，打得梁书童鬼哭狼嚎，要不是我们拦着，梁书童就让他活活打死了。他自己妹子，他再不上心不心疼，那要他做甚？谁说我不心疼？我一夜都哭3回了。哥，南瓜哥，我没事，到医院没多久就醒了，医生就说我有点那啥，脑震荡啊！对，就是那傻脑荡。秀玉，你跟哥说，打你的人是不是梁书童？就是梁书童，他说不过我就动手。这个王八蛋还跟我们嘴硬，人我们抓到了。秀玉，你放心，不扒了他的皮，这事咱们不算完。到下午让沈清秋跟老茶叔他们回去后，我往淮南广播电台去。刚到电台就有一个人注意到我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跟踪杨柳的男人。杨柳去录音室了，一会恐怕要录节目，你要是急的话可以过去找，不急的话在这聊会。我也看你的小说写的真不错。我找他有点急事，还是先过去吧。等我刚走，那男人也赶紧出了门，直接朝汪副台长的办公室跑去。你他妈干什么呢？进来不懂得先敲门吗？王台长给杨柳写小说的人找到了，而且现在就在咱们台里。不过他现在去录音室找杨柳了。走，快去拦住他！那个，你先把门关上，在门口等我一下。好。2分半后，大门推开，汪副台长和韩玉莹也从办公室走了出来。韩春莹一边擦嘴，一边揉着脑袋。哼，多大的人了，还玩藏猫猫，幼不幼稚啊？年轻人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小姨子小说是你写的吧？给你介绍下，这位是我们汪副台长，是台里的领导。汪副台长是吧？可我只认识李副台长啊。都是一样的，李副台长和汪副台长平级，他们在台里掌管的方面不一样而已。你就告诉我们，小姨子小说是不是你写的吧？不错，是我的稿子。你是农民吧？对，种地的。没想到农民里面也能出文学家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领导们都说了，你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啊。你的小说写的不错，我呢觉得还是有潜力的，希望接下来你能把稿子提供给我，我也给你签字10块钱，只要你不把稿子给杨柳就行。开什么玩笑，汪副台长，你不知道杨柳是我的好朋友吗？你这种农民还在乎这些吗？你误会了，杨柳可是我在城里最好的朋友，得加钱啊！你别死人钱啊，签字10块，这已经是到头了。台长不发话，谁也不可能给你更高的价格。但是你跟我合作，你得到的还有人脉，懂不懂？人脉，你再考虑考虑。考虑好了。对，这就对了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年轻人要有眼界。看来你们是给不出更高的价格了，那咱们就再见。小子，我们汪台长都跟你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都是只想公社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给脸不要脸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们蔡徐村的蔡字怎么来的吗？别逼我猜你。还有，到哪个份上了，1毛钱没加，光跟我谈情怀，画饼都不是这样画的。行了，咱们拜拜吧。说完我扭头就走，结果手臂却被人拉住，刚要发火，结果发现拉自己的是韩玉莹。姐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小弟弟，姐姐求求你，你就把你的小说给姐姐播吧，成不成嘛？不是我不答应你，而是人要言而有信的。小弟弟，你要是帮姐姐一回，姐姐也不能让你吃亏。淮南就咱们这个广播电台，姐姐可是电台的台柱子，你就不想那个吗？真是个风骚怪啊！小弟弟，你要是愿意帮我，今天晚上你来姐姐家，姐姐给你做饺子吃。要是以前我倒是就很想吃，不过现在我撑了，我先走了。行了，这小子不松口，说明杨柳给他的好处也不少。人家杨柳又年轻，又比你漂亮，要吃橛子，要么我也吃杨柳的呀。哼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位马上就要从党校回来了，实在不行，先去那位那里通通口风吧。当我来到录音室里，就看见杨柳正在里面休息。才2天不见，我就感觉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更有味道。杨瓜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吗？随后我把自己和他被人跟踪的事情说了一下，又把刚才汪副台长他们堵自己的事情也说了。谢谢你了，南瓜。对了，刚才韩春莹要给你吃饺子，你都不心动吗？你还别说，挺动心的。可我转念一想，咱是谁啊？咱是新中国好同志，这正气凛然的脸哪能拉下来啊？其实我也可以给你吃饺子的。
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你别误会，我说的是吃真的饺子。就冲你那2双胶靴，我也不能做那对不起朋友的事。南瓜你真好。Nice。翠花，你可以理理我吗？从昨晚到现在，你一直在我家门口待着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那个，请问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我年轻力壮，很能干的。你走吧，我不喜欢你这种黄黄的狗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我真的没骗你，我很厉害的。不信的话，你现在可以试试。怎么说话怪怪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翠花，我真的对你一片真心。昨晚见你第一面，我就对你见色起意了。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我昨晚见你第一面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。醒醒吧，你不要做梦了。我只喜欢一封大对小黄，你这臭大黄我不喜欢，滚吧。等我回到蔡徐村村路口的时候，就看见廖志毅气呼呼的走来，看样子从城里刚回来。廖队长，咋了？这气得跟蛤蟆似的。你家婆娘又不让你进被窝啊？行，你就笑吧，我看你一会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姓梁的这事搞大了，我看不死也得把牢底坐穿。所以领导决定了，知青站点暂时停用。好事啊，改成知青直接插队进生产队。咱们蔡徐村生产队每户要接收1个知青，生产队员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你们家也得接收1个。啥玩意？笑啊？怎么不笑了？赶紧回家收拾收拾，给知青腾个睡觉的地方出来。廖队长，我们家出钱，让其他家代管行不行？不行，这事你可千万别做幺蛾子，领导很重视的。主要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家里4个姑娘，你让知青插队进来出点事咋办？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，我们开会研究过了，你家这样的分配个女知青过去，这就不怕出事了。你可真他妈是个小机灵鬼。不是，廖队，你换个想法，你弄个女知青过来，万一我有什么想法，那乐子也不小啊。行啊，你要是把人家女知青怎么样了，咱哥俩一起走，黄泉路上还有个照应。刚回到家里，就听到生产队的喇叭开始广播知青入户的事情。姐夫，咱家也来人吗？一家1个，如非特殊情况都不例外。不过廖队说了，我们家这情况会分1个女知青过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我这边说完，那边沈清秋和沈清雪姐妹俩就眼睛一瞪，不，女知青才是最需要担心的。咱家就2个屋，这也不够睡呀，要不你们谁搬去跟姐夫睡？我陪姐夫睡。姐夫，你晚上要唱歌给我听哦。生产队第2天一大早就开始公布名单了，1家1个知青，谁家都不缺。分到我家里的是一个叫林悠悠的知青，年纪跟沈清秋差不多大。当天中午人就到家门口了，长相倒是很可爱，有种日本女团成员的感觉。